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些武器装备到底能不能够运到乌克兰，能不能够交到乌克兰手中，形成战斗力，这还要画问号。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最近呢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发出了一条信息，因为在几位欧洲的领导人访问这个基辅以后呢，他们说，如果西方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能够在7月份到货的话，那么8月份就可以组织反击。那么一旦8月份组织反击之后呢，就可以跟俄罗斯进行谈判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到了8月份啊，俄罗斯是不是跟你乌克兰去谈判？谈什么？那还没有想好，因为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够坚持到8月份吗？8月份的时候，你乌克兰想谈判的话，你做得了主吗？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，这个俄罗斯啊，它基本上把乌克兰的制造这个军工的企业基本上给摧毁了。你现在每天这个战事是没有停下来的，特别是地面上有些这个作战啊，那你没有这个后续的这些武器装备，没有这些弹药，你这个仗怎么打呢？所以它一定要依靠就是西方的武器装备，来进行就是持续的这种战争。那这样一来，所以俄罗斯就说，你一个是西方能不能够满足乌克兰的这个要求，就是你要的量很大，西方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量？还有一个，你能不能把这些武器装备运到战场上和俄军交手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呢，俄罗斯又说，就是这场仗啊，也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，表面看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队在打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决定权在美国，在北约，因为他一旦把这个武器装备一停下来，那乌克兰军队他没有武器装备啊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徒手去和俄罗斯打仗。而俄罗斯呢，他不管怎么说，虽然受到了制裁，但是他一方面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军事能力吧，这种储备，还有一个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军火生产，它可以不停下来，它可以继续生产的，打了它可以自己就运上来，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优势。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，就是除了就是陆地上的这种交战以外，海上方向也发生了变化。本来嘛，马里乌波尔这个打完之后呢，大家以为这个亚速海好像成了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内海了，这个沿海方向呢也被俄罗斯控制。但是突然呢，这个乌克兰说，我发射了导弹，而且是美国提供的这个鱼叉的反舰导弹，把俄罗斯的拖船给打沉了。他是想往这个蛇岛上运送兵力和装备，现在叫我打沉了，说明呢我对海上的方向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了。但是我们从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引出一些其他的想象，就是蛇岛一开始就是当双方一发生俄乌冲突的时候，就被俄罗斯占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区域或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是在多瑙河的三角洲那个位置，是把着就是乌克兰的出海口。那无论是你的军火，还有你的这些油料要运进乌克兰武器装备运进乌克兰，或者乌克兰的粮食要出口，都要经过蛇岛。所以这个蛇岛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它的位置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俄军占领以后，乌军实际上策划了一次争夺的这个计划，或者是实际的行动。当时是由英国的顾问给他组织的，而且这个乌克兰的海军的副司令或者航空兵的司令都亲自参加了，但是他在直升机上的时候呢，被这个击落了，然后这个身亡了。他当时想夺下来，包括配置了特战部队，配置了无人机但是没有拿下来。现在呢，又把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拖船给打沉了，但是你并没有把蛇岛拿到手啊！你拿不到手之后，等于这个门的钥匙你还没有拿到，所以你的这些武器装备还是很难从海上运进来，你的这些油料很难从海上补充，你的粮食也出不去，所以这个制海权仍然说你还没有拿到手。那你没有制海权，也没有制空权，那么现在呢，仍然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。所以我们讲，当陆地上也就是说这个北顿涅茨克
还有这个利西昌斯克啊这些地区，如果按照就是乌军现在讲啊，现在我们在那个地方打得很焦灼呀，因为我每天打他就打俄军5、6千发炮弹，人家打我5、6万发炮弹，那这怎么能够守得住呢？很难守得住。那如果失守了之后，你这个陆地上就失守了，而你下一个阶段很有可能这个战争或者交火就发生在海上方向，因为东边完了之后就是南边，就是沿海方向啊。如果你要南边再失守，那你到8月份的时候谈判啊，你有什么筹码？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些武器装备到底能不能够运到乌克兰，能不能够交到乌克兰手中形成战斗力，这还要画问号。如果说你拿不到这些武器装备啊，只是画饼充饥，那你没有筹码，你怎么去和俄罗斯去谈判啊？所以我们看乌克兰实际上啊，这个目前的情况或者战局没有大的改变啊。尽管他说我想坚持到8月，我想8月份跟俄罗斯谈判，但是恐怕这个是他很难做到的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本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